觀塘咁，大家會諗起啲咩呢？工廠、舊樓、人多車多，有冇諗過呢度靜靜雞都多咗啲新樓呢？海匯樓齡得大概3年到，咁今集我哋會去到屋苑睇2個放盤，包括晒2房同3房價格，尺價大概18,000、19,000蚊到。咁大家有咩睇法，亦都可以留言講下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咁另外啦，都提大家記得 subscribe 28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海匯係史上最大規模嘅觀塘重建項目一部分，咁前身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裕民坊。喺上世紀50年代，裕民坊係觀塘嘅心臟地帶，涵蓋多條街道，咁包括物華街、協和街、同仁街同埋康寧道等等，有唔少小販攤檔同埋街坊小店，亦都有連鎖快餐，好似嗰度嘅麥當勞就曾經係全球最繁忙嘅一間分店啦。咁仲有銀行、戲院，咁無論係吃喝玩樂定係處理大小事務，都可以喺度搞掂晒。不過經歷咗半個世紀，區內人口由大概5萬增加到超過65萬，咁再加上樓宇老化，都好影響到居民嘅生活質素。所以土地發展公司，亦即係市建局嘅前身，就喺98年提出觀塘市中心嘅重建計劃，07年正式展開清拆超過20棟舊樓。成個重建項目歷時超過20年，一共分咗5個發展區。第一區亦即係今日嘅觀月華豐，喺2014年已經入伙。第2同第3區就係今日嘅海匯。咁至於第4、5區就曾經推出招標，不過最終就流標收場。最新建議加入住宅元素，提供大概1750伙，咁變成商住項目，最快今年年尾推出招標。呢2區係咁多區入邊最近港鐵站㗎，計劃會起一棟樓高360米嘅地標式建築，咁中層以上用嚟做住宅，落成之後有望成為本港第5高嘅建築物。雖然成個項目都仲未重建完，但呢一區嘅面貌都變咗唔少。今日再講裕民坊，已經係講緊海匯嘅基座商場，有餐飲同埋零售商店，不過數量就唔算好多。入邊嘅裕民里就重置咗昔日裕民坊嘅小店，咁多數都係一啲賣小食嘅鋪頭。商場規模唔大，最特別係相連嘅公共運輸交匯處，有全港第一個冷氣室內候車區。咁大熱天時，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設計。只要去返搭嗰條線嘅閘口，就可以涼住冷氣等車啦。呢度嘅巴士路線主要去九龍區，咁過海得101呢一條。再落一層有小巴站，有路線去旺角、美孚同埋大埔等等。如果要搭港鐵，由海匯行大概5-6分鐘就到觀塘站。咁等到第4、5區落成之後，更加有天橋駁過嚟。而同港鐵站相連嘅 APM 就有一田超市同埋供應唔同菜式嘅餐廳，喺東九龍一個比較大型嘅商場，可以為海匯嘅住戶提供多啲購物飲食嘅選擇。要買餸嘅話，就可以去瑞和街街市，有齊乾貨、濕貨。海匯一共有4座，分2期發展，加埋接近2000伙。2018年12月開始賣樓，直到2024年1月全盤沽清。淨係計觀塘區嘅話，海匯對上一個新盤已經係2013年開賣嘅觀月華豐，但係嗰個盤得大概300伙到。對比之下，海匯嘅規模大得多，當年賣樓都吸引到唔少同區嘅換樓客。海匯喺個觀塘市中心咧，其實全香港基本上都好少有咁大型嘅重建項目，同埋係觀塘區有20幾年冇供應嘅，咁變咗有啲情意結老街坊就會換樓嚟呢邊啦。海匯除咗規模大啲，樓齡新啲，咁相比觀月華豐亦都方便一啲。觀月華豐咧就2014年樓嘅，咁嗰邊咧就靜態啲，因為嗰邊就裕華街，咁下邊冇商場，即係冇巴士站、灣仔站，咁就自成一個會比較靜啲。咁呢度海匯本身你樓下基座係有商場啦，同埋有巴士、灣仔站啊，方便啲啦。呢邊就係參觀放盤位於海匯2期，亦即係第3同第5座，一共有974伙。另外供應171個車位，而家都仲有一啲一手貨尾可以買，由大概282萬起步。二手市場都有車位放租，月租大概5000蚊。屋苑會所連埋園林，佔地大約94000尺，入邊有室內外泳池、
健身室、多用途運動場館、宴會廳等等。2021年入伙嗰陣嘅資料顯示，每尺管理費接近4蚊。屋苑主打2、3房價格，亦即係今集會參觀嘅戶型。咁先睇2房放盤，實用面積522尺，叫價980萬，維翻每一尺18,700幾蚊。海匯嘅2房有分開廚同緊廚2款，我哋睇嘅係大啲嗰款，亦即係有緊廚嘅設計。咁因為咧廚房嗰個門口咧就擺咗喺呢個位啦，咁所以咧如果要預留係進出呢邊嗰個通道嘅話咧，擺喺餐台上嚟咧就唔可以靠呢邊牆身擺啦，咁就係要靠翻前少少呢一邊客廳嘅牆身去擺。因為單位得幾年樓齡，所以望落同而家啲新盤都冇咩分別，咁都係鋪翻複合木地板，同埋油翻白色牆身。成個廳有大概145尺，開即市正，可以明確區分客飯兩廳。客廳啦闊超過2.7米，咁有一個好舒適嘅睇電視距離，而且見到啦兩邊牆身啦都有天線同埋插座位，咁就可以好靈活咁樣佈局電視機櫃同埋梳化嘅位置啦。客廳盡頭相連一個22尺嘅露台，咁就算唔打開露台門，側邊都有隻山窗可以通風。市區盤方便就係方便啦，但係通常望出去都係樓景為主，好似呢個放盤咁樣，向東直望係海匯1期。向下望就會見到部分嘅會所設施，咁向右望就係第4、5區。第時起好之後，望出去就有機會更加壓迫。翻返入嚟室內參觀埋寢區啦，係大路嘅2房開即，一條走廊貫穿晒2間房。先睇近廳房，大概有50尺，估計擺完單人床同衣櫃之後，都仲可以擺到張書台仔。咁採取玻璃幕牆嘅設計，同客廳同向，景觀亦都差唔多。好啦，跟住轉睇下主人房啦。咁入到嚟咧，先會見到門後邊呢度有個凹位啦。咁呢度就可以擺翻一個入牆到底嘅衣櫃。咁相信咧都夠容納2個人嘅衣物。咁至於雙人床咧，其實靠呢邊牆或者嗰邊牆擺都得。咁不過相信擺完之後咧，咁打橫放完咧，其實出翻去工作平台嗰個通道咧，都會比較窄一啲。主人房挨近100尺，以2房單位嚟講，空間都算合理。不過相連嘅工作平台就得16尺，相信都比較難用得着啦。而景觀就大致上同隔離間細房差唔多，只不過除咗望海匯之外，仲會望到多啲隔離嘅舊樓。轉過嚟浴室參觀下啦，有窗通風，採用浴缸設計，而洗手盆上面都有2個大鏡櫃，可以將日常嘅護膚品好好咁樣收埋，保持企理。最後睇埋廚房啦，因為呢度咧維持住一手原裝啦，咁見到咧已經係裝嵌晒啲家電啦同埋櫥櫃，咁所以咧新買家都可以慳翻筆裝修費。見到櫥櫃以木色襯白色，設計比較時尚簡約，再加上業主保養企理，絕對可以用得翻。而原先配備嘅家電就有抽油煙機、單頭氣體煮食爐、雙頭電磁爐、微波烤焗爐、雙門雪櫃同埋洗衣乾衣機。業主喺2018年年底以大概1092萬買入單位，如果成功以980萬賣出，帳面要蝕112萬或者1成。至於同期大市嘅樓價就跌咗1成4。雖然業主肯蝕賣，但係各大銀行對單位嘅估價只係去到大概855萬到865萬，即係話叫價比起估價高出至少1成3。睇返我哋嘅28House 網站，近期同類2房嘅造價大概900萬到，對比之下叫價就高8%。買家預算方面，用叫價咁計，借盡9成按揭，首期大概98萬，月供大概44000蚊，月入要求大概要87000蚊。收租方面，以同類單位月租大概23000蚊，扣埋管理費咁計，推算租金回報率大約有2.5厘，略低過大市水平嘅2.9厘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轉睇下3房放盤，實用面積771尺，以叫價1500萬咁計，每尺大概19400幾蚊。雖然一入屋咧都見到一個玄關位啦，但係見到都比較窄一啲。咁如果要擺鞋櫃嘅話咧，我自己咧就會建議係靠呢邊牆身去訂做，因為其實入到嚟咧見到成個廳嗰個面積都唔細啊。由於玄關其中一邊牆身都有廚房門口位，所以都唔建議喺度擺太多雜物，遮住自己出入啦。扣咗玄關，
成個廳有大概200尺度，開式試正。咁除咗露台嗰邊有隻山窗，飯廳嗰邊都有隻細窗，有需要可以打開做返對流。咁飯廳夠擺到張4到6人嘅餐台，亦都可以擺多個儲物櫃。咁至於客廳就同兩房放盤一樣，兩邊嘅牆身都有電製位，梳化同埋電視機櫃可以靈活對調。雖然兩邊咧都擺得梳化，咁但係咧，如果擺喺我而家企緊呢個位咧，其實望出去咧就會見到係自己座數其他單位嗰啲工作平台啦。咁相反咧，其實如果擺呢邊嘅話咧，咁就望出去咧係會比較少啲樓景，咁就會開揚一啲。不過而家比較開揚嗰邊嘅景觀都有變數㗎，因為呢個單位比第一個放盤更加近第4同第5發展區，亦即係而家嘅遊樂場位置。咁第時重建完之後，都有機會遮到而家嘅景觀。露台有大概27尺，大過兩房單位嗰個少少。有多啲位可以種下植物，又或者係晾下衫。翻返入嚟室內，3間房由走廊貫穿。先睇近廳房，有大概50尺，房門靠邊開，都易擺家私。估計擺完單人床同衣櫃之後，都仲可以擺到張書台仔。隔離間客房一樣有大概50尺，所有房同埋客廳同向，越埋邊啲房就越近遊樂場同埋港鐵站。所以呢間屋大部分啲窗都有減音功能。咁3間房咧，連埋客廳都有減音措施，佢嘅作用咧就係俾你打開窗通風嘅時候，拉埋咧都可以減少受到噪音影響。而兩間細房嗰個減音措施咧，都係騎咗上去玻璃幕牆上面，咁就冇做到去地面啦。所以擺家私上嚟咧都唔會受到影響。未睇主人房之前，先睇客廁，座廁同埋洗手盆擺喺同一邊，而浴缸就擺喺門後邊，上面都有窗通風。至於主人房就喺走廊盡頭，係套房嚟㗎，枕區空間有大概110尺。一入到主人房咧，就會見到2幅好大嘅玻璃幕牆。佢嘅好處咧，就當然係採光度特別好啦。但係當然亦都會局限咗家私擺位。如果睇翻而家呢間房嘅佈局咧，其實衣櫃咧就一定要係擺喺嗰邊嘅凹位。而當張床擺喺呢一度，又想做翻一個掛牆嘅電視機櫃咧，咁就只可以喺呢邊牆身去做啦。其中相連工作平台嘅玻璃幕牆就同另外2間房嘅坐向一樣望遊樂場，亦即係第4同第5區為主。至於另外嗰邊就對正 APM 同埋觀塘商廈，同時有鬧海景。不過呢邊啲景觀都一樣有變數。入嚟主人套廁參觀下啦，同客廁一樣，走輕奢華嘅設計路線，同樣有窗通風。只不過今次嘅門口就靠邊開，門後面嘅牆身就裝到塊全身鏡，方便整理易用。最後睇埋廚房，維持一手原裝，裝修同2房嘅放盤就差唔多，只不過面積大啲，有 L 型工作台面。電器方面，除咗微波烤焗爐、抽油煙機、單頭氣體煮食爐、雙頭電磁爐、雙門雪櫃、洗衣乾衣機之外，仲多咗個蒸焗爐。業主喺2019年年頭以大概1528萬買入單位，而家2005萬放賣。如果成功賣出嘅話，帳面要蝕28萬或者2%，少過大市同期1成半嘅跌幅。如果對比各大銀行嘅估值，介乎大概1136萬到1193萬，業主嘅開價就高出2成半。而近期就好少有同類單位成交，對上一宗大概今年5月錄得，樓價係1315萬，對比之下，叫價就高出1成4。買家預算方面，用15萬咁計，借到8成，首期開支大概300萬，月供大概58000蚊，月入要求大概12萬。至於投資收租方面，以單位市值月租大概3萬蚊，扣埋管理費之後，推算租金回報率大概2.1厘，低過大市2.6厘嘅水平。今集睇呢2個放盤，雖然已經蝕住開價，但係要成功出線嘅話，可能都要再減價。睇返海匯嘅近期成交新聞見到，大部分嘅二手交易都要蝕讓離場，而且有啲都蝕得唔少，最多有超過200萬。其實就冇辦法啦，因為即係發展商減咗價落嚟，咁同埋當初買呢口價錢個尺價都2萬幾蚊，咁而家一般你新樓喺九龍市區都2萬蚊尺樓下，咁變咗要賣嘅話都一定要蝕賣，即係去翻差唔多7至10年前價錢。
海匯一期喺2018年年尾開賣，咁當時樓價都仲未跌。不過作為近2000伙嘅大型項目，發展商最初定價都唔敢太進取。首批尺價開出17000蚊到，低同區二手1成半。咁但係之後推出2期嗰陣，部分單位已經加到大概2萬蚊一尺。咁去到2023年，樓市已經進入跌市，咁部分貨尾推出買樓送車位嘅優惠，變相減價。換言之，海匯大部分業主都係喺高位入市，咁如果要喺而家嘅市況賣樓，做出嚟嘅二手成交，自然都係以蝕讓為主。而家市場上面有大概160個放盤，一房入場叫價有大概648萬起步，咁兩房就要868萬，咁三房要大概950萬。咁睇樓之餘呢，我哋今集啦都同大家行勻咗周圍嘅配套啦。咁見到呢，其實裕民坊個商場入邊呢，都有個部分呢，就係俾翻以前昔日嘅一啲小販攤檔啊。咁不過嗰個即係攤檔數量就唔算好多啦，我自己都覺得呢，比想象中個規模係細㗎。唔知道咧有冇一啲以前經歷過舊裕民坊嘅觀眾呢，都可以講下，其實你哋中意新呢個裕民坊多啲定係舊嗰個多啲呢？咁都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咁最後啦，如果你好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〜